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负责的项目刚做完，甲方还没验收，老板就急着裁我。可他想不到的是，因为调研敷衍又赶工期，到我手里，项目已经极难维护。没几天，他就祈求我回公司，还会把我当祖宗供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又加班到凌晨2点，工作终于收了尾，以为近期都不用加班了。按公司规定，加班没有加班费，但上午可以不上班。公司算得很精，上午时间只有5小时，而加班时间超过6小时。他血赚，我还在补觉，却被人事的电话叫醒。因为你连续几个月迟到，公司决定辞退你。啥？加班变迟到？我是公司技术合伙人，就凭你说辞退就能辞退？还有，你好好看看打卡记录，我这是迟到吗？那我不知道，是老板亲自下发的通知，你赶紧来办一下手续。说完就挂断了。卸磨杀驴呀！我心里的火腾地窜起来。我公司匡研软件主要做小区智能物业，老板也叫匡研，是借着时代红利飞起来的。他那时候不需要项目管理，闭眼做都赚钱。但市场逐渐成熟，客户越来越专业，他开发的东西也很难再糊弄客户了，以至于智能物业项目已经在讨论如何向甲方退款和赔偿。匡研在绝境之下，以实现我的技术理想为由，骗我来技术合伙。加入公司以后，我一边为公司量身制定研发规范，一边手把手教匡研做项目管理，用了15个月，终于把项目救活了。我还拉来同学准备为匡研投资，马上就要签投资合同，一切向好。这一转脸就踢我出局 ，WTF！ 我必须得搬回来，不然爸妈又得逼我去干收租的活。对我来说，爸妈的技术创业经历太过精彩，我打小就心驰神往。大学毕业，我刚想施展拳脚，爸妈却给我搞了个软件园，想让我像大妈一样去收租。抗争了2年，他们才给了我一次实践技术理想的机会。一到公司，在电梯里跟匡研碰了个脸对脸，没等我想好怎么问，他像没事人一样先开了口：曲成，不是你不优秀，而是你跟我们公司的气质不符，辞退你也是没办法，希望你理解你奶奶个腿。我还以为你会装自己不知道，你看你来之前，我们公司几乎没有迟到的情况，现在可好，哪有不迟到的？加班也不是迟到的借口吗？吃干抹净，就骂厨子啊！就你前期带领团队写的代码，一旦交付，简直就是给甲方喂大便，怎么可能不加班改？我刚想据理力争，可电梯到了，匡研一脸得意，扭头出了电梯，小人得志的样子丝毫不加掩饰。你大爷的！事已至此，跟人事已经没什么可谈了。我开始思考报复的预案，草草签了几个字，就回到工位收拾东西。大多同事对我的离职并无太多惊讶，只有小蚊子愤愤不平。他是我亲自招的程序员之一，技术过硬，抗压能力强，还是个逗逼。匡研这老登是玩农夫与蛇呀！老大，你费这么大劲把项目救活了，这老贼不把项目搞死，我给他当妈，我被他逗乐，咱不能便宜他吧？他猛地一拳捶我胳膊上，老大，你走了，他肯定要装逼折腾我们。没错，为了装逼，匡研常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想法。在项目工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，匡研要求用2周时间换新的后端框架，理由是新框架高端大气上档次，简直是蠢出天际的想法，就相当于
新娘子让你入洞房，你关了灯，一把将她按进被窝，然后撸起袖子，亮出一个快夜光手表，还非要逼她看一晚上。我极力反对，她才悻悻作罢。但从此开始，匡言就开始在作死的路上狂飙。他先是否定我的研发规范，导致项目3期继续在屎山代码上堆屎，迭代排固，犹如粪坑里挖宝。可他理直气壮，我干了这么多项目，谁在乎研发规范？甲方在乎吗？多付钱吗？屎山而已吗？让他们加个班就行，不行就再加几天。如果有谁受不了，就让他滚蛋。程序员到处都是，这是人说的话。我手上收拾东西，脑子不停预演报复方案。匡言悄悄地走过来，曲成，你能力还是有的，就是工作效率低了点，老加班可不行。在场同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尬得大眼瞪小眼。当初我要提效率，你匡言非要选择加班，我带团队加班完成了工作，你得了便宜来卖乖。你再争气一点，要找工作，我可以给你介绍，找工作无所谓，实在不行我回家当老板。他竟毫不在意，专心地翻找我桌上的一堆草图。哎，曲成，这流程图画得这么好，我拿走了，可以废物利用。擦，当初嘴上说没用，现在身体却很诚实，抱起那一大摞草图就走了，甚至都等不及我告诉他，这都是为了方便我自己画的草图，别人基本看不懂。小蚊子气得咬牙切齿，这老贼真不嫌寒碜，脸皮也太厚了，拿他肥田才是废物利用，拿走也没用，他也看不懂。没几分钟，他又回来了，那些图我好像看不懂啊。我故意嘲弄他，你多看几遍，没准能懂。他点点头，又开始扒拉我的东西。临走了，哥哥劝你几句，不要感觉自己专业能力强就了不起。对公司来说，离了谁都行，你得学着哄领导开心，别不信，不然你到哪都得吃亏。我鄙夷地看着他，我怕领导消受不起。匡言以为我是唬他，咧着嘴摇了摇头，继续在我的私人物品里拼命扒拉。收拾完下了楼，我坐在车里点了根烟，手机突然一震，小蚊子的消息：老大，看朋友圈了吗？老贼太恶心了。我好奇地点开手机，原来匡言连发2个朋友圈，公司刮骨疗毒，必将蒸蒸日上，不能与垃圾有一丝瓜葛，还配了一张我抱着杂物箱离开公司的背影。书可忍，审不可忍。我推开车门，准备上楼倾泻怒火，手机又响了，是甲方的项目负责人老王。我跟老王打了这么久的交道，对他的评价很高。他虽然不懂软件工程，但是做事严谨，头脑清晰。虽然身为甲方，但每次找我帮忙都很客气。猜他又碰到了问题，我努力平复了一下怒火，接起电话：许工，我们一起工作也1年了，我非常认可你的工作能力，所以我代表公司真诚地邀你加入，不需要面试，直接入职，薪资翻倍。这啥情况？你们又不做软件开发，招我去干啥？我们一直想组建开发团队，只是没找到靠谱的人，直到你加入匡言软件，匡言把你辞了，刚好来我公司施展拳脚，你就负责组建开发团队。我去，还有这种好事？我正头疼要怎么搞死匡言，老王就来送剧本，我肯定答应。他要组建团队，那还不简单？我直接把小蚊子他们全招去，完成了老王的需求，顺便把匡言软件榨干，一举两得。如此一来，匡言的倒闭会有多惨烈？还没等我颅内高潮消退，小蚊子告诉我一个炸裂的消息：你知道老贼让谁来管这个项目吗？
笑死我了！是他小舅子，一个小学毕业，他懂个屁的软件工程，抄代码都能抄错，老贼的脑袋瓜子，是不是让驴屁股坐住了？匡言图啥？就他小舅子的能力，曾经盯着一个状态迁移图，足足研究了3天，愣是一点都弄不明白。难道要培养土猪跳芭蕾？正纳闷，小舅子就发来消息，我的程序跑怎么不起来了？有多少种可能？他平时说话就没什么逻辑，这次又问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程序跑不起来，估计比三体运动的可能性还多，起码有100万个可能。我只一句话，他就炸了，操弄我完事吧？我姐夫说了，烂摊子是你留的，有事就必须你给解决。看这语气，不是来找答案的，是来找茬的。我就不管。我戏谑的回应完，就把他拉黑了。按他的尿性，肯定在拍桌子跳脚。我没清静几分钟，匡言的电话又打进来。他朋友圈里不是说不想跟我有一丝瓜葛吗？所以我还是别接了。可他跟他小舅子就是一个德行，电话不停地打，只能接起电话。谁知他劈头盖脸一通输出：小曲，你也不小个人了，一点人情都不讲，做人留一线，这都不懂。让我小舅子问你点事，你搭理都不搭理。本地程序员的圈子就这么点大，你还想混吗？威胁我？你是想说你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？他倒也是真小人。你还别不服，得罪我的那些人，没一个有好果子吃。提拔我小舅子，就是想告诉你们这些搞技术的，你们的活是个人都能干，就你小舅子那水平，狗都不如。他能干得了。我倒立吃屎。我越来越激动，他反而语气缓和。你先别吃，我给你画个饼先。你看，咱这个项目以后牛逼了，你简历就可以美化的超级好看，找工作肯定能上个台阶。逗逼，第一次见给离职人员画饼的，我不能跟你一样靠吹牛忽悠。匡言憋了半天，居然没立即回嘴。不对劲，你画的流程图我们都看不懂，你能不能来给我们培训一下？又是吓唬，又是画饼的，原来是想求我，也太快了点。不能，老子会帮你。他有点急，我给你发了1年多工资，你不得感激我一下？感激个毛线啊！我把钱退你，你把我时间退给我。你不等他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小蚊子第2天告诉我，他在那边发飙臭骂员工，说他们是流程图都看不懂的废物。谁知刚骂完，匡言软件的整个项目都挂了，员工被骂得不开心，自然不卖力。整个公司排查到半夜，才发现是他小舅子手贱，为了把自己的程序跑起来，删了数据库里的几个配置，导致了大量空异常。小蚊子找到我当初写脚本，恢复了数据库。匡言此时才笃定，小舅子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一定要招人。辞退的员工遗留的老问题，我们迅速定位，紧急攻坚，圆满解决。点赞！今日事今日毕，这就是我们匡言软件的技术实力，值得信赖。尬炫也就算了，你吃饱了骂厨子，我不能忍。今天这个仇不能隔夜，更不能拖到我去新公司，让你今日毕。我立即约投资匡言的同学，说明了情况。他当即打电话告知匡言终止投资。匡言慌了，这个项目做完，收到甲方的钱，就把这个项目产品化。一旦成功，我同学不等他说完，关我屁事。那您能赚很多钱，老子不缺钱。匡言在电话那边哼了几声，你装什么装？你不投，有的是人要投。那我先跟投资圈的人打个招呼，我敢保证一个投你的都没有。哥，别，电话挂了。
就匡研这样的小项目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根本没人看他一眼。失去了投资，匡研软件还是可以苟活的。他谈了一个新客户，本想按需求改配置，给人家搭建演示环境，他是折腾了大半天，客户的呼噜都打得震天响了，他还没把环境弄好。所以在这期间，匡研不停给我打电话，语气非常谄媚：兄弟，咱哥俩都放下个人恩怨，不带情绪好好谈谈，我请你吃顿饭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也不现实。他可能没想到，他都这么低姿态了，我还这么呛，有点激动。怎么不现实？你看，哥哥我都放下了，我的妈耶！如果是我骗你来合伙，干完就把你踢走，踢走还让你放下，你愿意呀？我做啥了？需要你放下？电话那头喘了口大气，压了压怒意。我们要部署演示环境，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之前写的手册操作的，可为什么跑不起来？我怎么知道？你，匡研很激动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这个手册不就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呀。所以之前你不是用的好好的吗？好啊，你还留了一手，你坑我，我也火大啊！对，行，取成，是我给你发了1年多工资，是我用这个项目培养你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这是一计不成就换套路，改用道德绑架，哥不吃这一套。要说培养，也是我用这个项目培养他，合着我还欠你的。妥妥的你欠我，有良心的得给我磕一个。不说别的，你还得找工作吧？你应聘的新公司不得给我打电话做背景调查吗？你能不能顺利入职？不就是我上嘴唇碰下嘴唇的事吗？我说你2句好话可能不顶用，但我说你1句坏话，那可威力无穷啊！老登真是无耻，还要讹诈，我是真没想到你还能拿背调吓唬我。他以为我被唬住了，瞬间又嘚瑟开了。不会，咱兄弟俩没必要伤了和气。你来公司乖乖配合，把咱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，我肯定把你夸出花来。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吧。哎，你挂他电话还是挺爽的。最终那客户黑着脸，头也不抬地走了。因此当天晚上站会，匡研对着项目组一通侮辱。本来能成交的客户，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是饭桶，环境都搭不好，钱1分不少拿，活一个也干不了。事后小蚊子说，项目太过庞大和复杂了，项目组折腾了很久才找到失败原因，竟是忽略了一个配置参数。尽管如此，当晚匡研依然发朋友圈，我公司一员工在职期间无故迟到早退，长达几个月，离职前又利用职务之便，故意向公司关键文档中投毒，导致公司项目部署接连失败，并造成损失。我强烈谴责这种毫无职业道德、没有做人底线的行为，并责机诉诸法律。诉诸法律，你可别光说不练。我入职报道到后，老王勾搭着我的肩膀，凑得很近。你前东家的项目就靠你了，没人比你更懂他。我心头一紧，万万没想到，来甲方的第一个任务，居然是验收我自己在乙方的项目。哭笑不得，匡研软件的生杀大权竟然落我手里了。我作为甲方，应该把验收标准定高，但匡研肯定往我身上甩锅。但降低标准，通过验收，一旦出问题，我在甲方就没法混了。如此想来，老王让我组织验收，也是老谋深算。我成了他的手套，总感觉有坑。我也调侃他，可是让你老王挖到宝了，那可是价值连城啊。说了没2句，正碰上带着项目组的匡研，人堆里，小蚊子跳起来跟我挥挥手。匡研先是一愣，指着我跟老王说：“他怎么来贵公司应聘？”
王总，我跟你说，这小子人品可不咋地，我还得告他呢。老王嘴角微微上翘，笑得意味深长。匡言眉头一皱，继续挣扎。屈成在我项目挖了很多坑，要是他真的进公司，铁定会让公司蒙受损失。老王，屈成不是我们招来的。我斜瞥了一眼老王，他这是啥意思？匡言瞬间眉开眼笑，对吗？他这种小人怎么可能？也不等他说完，老王，是我重金请来的，总公司成立了分公司，这个项目归分公司管，负责人是屈成。匡言张眼瞪嘴，伸着头，嗷的一声，啊！后边的小蚊子向我举起胳膊，伸出大拇指，狠狠地点头。老王点头回应匡言，他一开始可没跟我说我是分公司负责人。匡言稍有尴尬，随即欠了欠身子，那可真好，还得是王总，你的眼光就是好，小曲的技术一流，而且对这个项目熟悉。验收终于开始了，匡言软件项目组，我公司相关人员，包括老王和物业口的人员，一屋子坐了几十个人。系统先部署到人最少的新小区，匡言费了半天劲，终于把项目在甲方的服务器上运行起来了。作为甲方，我只需要抱胸看着，除了系统有点卡，整个过程还算顺利。老王转而问我，你觉得有问题吗？我迫不及待，指着需求说明书上的一个功能，目前系统的这个功能跟需求书不符，这是一个电梯的功能。甲方想对电梯做智能化创新，但是开源项目库里并没有类似功能。我想带领团队实现，但匡言拍板，用一个看上去有点像的开源项目来糊弄我。当初劝他这样风险太大，可他不但不听，还炫耀说自己在甲方有人。此时老王佯装顿悟，对呀，你做的功能跟我们的要求差远了，这个必须得改。匡言瞪了我一眼，脸上晴一阵阴一阵，但还是欠着身子半站起来，行行行，我们马上改。此时匡言根本没有意识到，他已经掉进了我的圈套。小区域上线智能物业系统后，物业赞不绝口，因为系统稳定可靠，除了有点卡，挑不出别的毛病。业主也很满意，因为系统对业主非常友好。验收会上，我着重强调，项目除一个功能与需求不符外，其他都满足验收标准，这也得到参会所有成员的认同。到此为止，我已经把自己摘干净了。我也清楚，这种满足验收标准只是走在刀刃上，稍有不当改动，系统就会崩溃。1周后，匡言加班修改的版本上线了，甲方给的时间还是很紧张的。第2次验收会，我等着看匡言的笑话，可不曾想，除了原班人马，老王的上位竟然多了个人。这个人是总公司的副总，当初正是他压老王一头，在甲方发起索赔的时候救了匡言一次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也姓匡，单看姓就知道这个副总跟匡言有一腿。三哥，这次请放心，我们把整个项目全都过了一遍，有出入的功能我们都改了，现在100%契合咱公司的需求。三哥，匡言显然是称呼那个副总，这么小众的姓，不是堂兄弟就是亲兄弟。他很嚣张地忽略了老王，挑衅地盯着我。老王靠在椅背上，脸色铁青。这个项目果然有坑，怪不得老王要让我负责项目验收。他跟我一样有顾虑，项目做了1年多，不通过验收，项目失败，公司有损失，还得罪副总。但项目里有坑，通过验收，自己要背锅，坑自己。我成了老王的一道保险。匡言在甲方公司有关系，
我是知道的，没想到他关系这么硬，让副总来给站台。项目重新打包上线，开始验收。系统好不好用，与物业经理的利益直接相关。尽管不断有人给他打电话，他都没接。匡言草草地演示了一遍：“三哥，你看是不是一点毛病没有？”行，结束。副总站起来就要走。不行，我也站起来。匡言不满地瞪着我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作为这个项目曾经的开发者，别人不懂，我还能不懂吗？你演示的时候多次弹出异常，应该是内存溢出了，很严重。你有大病吧？”匡言拍桌子吠叫：“三哥，我说吧，他就是没事找事，故意刁难。”副总指着我：“我们一屋子人都看见了，系统演示过程中一点问题没有。你不要没事找事，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再等等。我没工夫在这跟你瞎耗时间，我总公司还有会，就等半小时，半小时不出问题，我辞职走人。”匡言一脸自信：“那你现在就可以滚蛋了。半个小时不出问题，我不止让你滚蛋，我还让你在本地找不到工作。”他想多了。根据我的经验，系统内存现在已经撑不住了，很快整个系统都将不可用。争吵刚结束，物业经理就接起了电话。半小时不到，业主打不通前台电话，怒气冲冲打给在现场的物业经理：“好啊，服务台电话打不通，你也不接电话，你们物业什么情况？”我抱着孩子进电梯，这电梯他提示我不能抱锂电池上楼。我带的，这他妈是电池吗？这是电池吗？瞎了你们狗眼！你们赶紧来！今天要是电梯不能把我们送上楼，你们物业把我抬上楼。我在物业经理旁边，清清楚楚地听到电话那头和东施一样嗷嗷大叫。物业经理皱眉，看看老王，老王冷冷地盯着匡言。物业经理刚刚挂掉电话，又一个电话打来，原来物业前台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。物业经理愤怒地把手机拍在会议桌上，直接点开免提。就刚刚，我骑电动车过道闸杆把我从电动车上砸下来了，我都懵逼了，迷迷糊糊的刚坐起来，这杆子勾着我的外套升起来了。合着他就是想砸我一次是吧？得，我也不计较了。可我站在那等了他10分钟了，他挑着我的衣服就是不落下来，诚心跟我过不去是吧？狗不能进电梯了吗？只要我家金毛一进电梯，电梯门就不关，还让我把电动车挪出去。你们搞什么飞机？我家33楼位，电话一个接一个，所有业主都火气冲天，说话的含币量越来越多。物业经理只能一个劲赔礼道歉。副总坐在椅子上，跟绿茄子似的。匡言缩着脖子，咕噜着眼珠子，一会看看他三哥，一会看看物业经理，怯怯地嘀咕：“之前不是一直好好的吗？这是咋回事？”老王哭笑不得：“你们开发的，你问我。”匡言对我挤鼻子弄眼，想让我给他个台阶下。曲总，该不会是被黑客攻击了吧？黑客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，明显是大面积程序 bug， 是你修改代码导致的。为什么这样？你们用完的内存一直不回收，所以用不了多久，系统就把物理内存耗尽了，出现大面积的崩溃就是必然的。物业经理可不在意崩溃原因，首先站出来：“我不允许这种垃圾系统进小区，赶紧给我换回老系统。”说完便摔门而去。啪！副总一拍桌子，怒吼道：“匡言，你想坑死我吧？还骗我说老王故意刁难你，放屁呢！三哥，我……”匡言顿时像拆家被训的二哈：“你给我闭嘴吧！”说完也摔门走了。此时老王有些心虚，
毕竟他一直负责这个项目，失败就意味给总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。低声问我咋办？相信我，老王立时像湖面一样平静。不愧是领导。相较之下，匡言手忙脚乱，盯着后台的错误日志，不时指着错误信息骂：“这个 bug 是谁的？快给我改！这又是谁的？快快快，都给我过来看看！”匡言不能在更高维度上解决问题，按下一个葫芦浮起3个瓢，员工被折腾得很烦躁。休息的时候，我私下找老王亮明计划，他还是让我全权负责。还不等我去找匡言，小蚊子就告诉我，老登像小蝌蚪找妈妈一样的找你。一回到办公室，匡言凑上来贼眉鼠眼，向四周瞥了几下：“曲总，咱兄弟俩之前有一点小小的误会，您别往心里去。这次您只要闭一只眼，让我过关，我立即包5000的大红包，怎么样？”他这是想丢几个钢镚，就让我犯法。我深深感觉被他侮辱了。你是要行贿吧？5000够立案的了。曲总，您别这么说，您之前为这个项目付出那么多，本来就应该拿奖金的，我只是晚一点发嘛。你之前承诺的奖金不是10万吗？小舅子突然插话：“你真能大开口，姐夫不用求他。我新招的大神程序员比他强。”匡言瞪了他一眼，让他闭嘴。相比于小舅子，匡言还是聪明的。别管多牛的程序员，没1个月不可能熟悉整个系统，更不可能上手去改。等到他具备修改的能力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别动歪心思，还是多留点钱遣散员工用吧。匡言强装嘻哈：“曲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别咒老哥哥呀！公司的决定，我提前转告你，1个月验收不过，我们会发起索赔。”他拉住我，双手合十请求：“别这样，兄弟，帮哥哥一次，求求您，最后帮我一次，过了这次难关，我把你当祖宗供。”无耻！那你是裁员裁了个祖宗啊？匡言还没反应，小舅子又急了：“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别以为没你不行。”随即指着一个新人：“人家也能行，那就好，但可要抓紧，别光磨嘴皮子。1个月时间很紧。”匡言愤懑难耐：“我就知道你这种人不得好死，骂我，那我必须报复。透露一个消息，我们的团队急需人手，你们的能力我也清楚，谁有兴趣可以来找我。你回我是吧？”匡言和小舅子撸起袖子想动手。我拿过省散打银牌，你俩是跟我搏斗，还是想给我助兴？两人对视一眼，散打了不起，那你打我来，拉倒吧，我怕你俩脑浆子崩出来污染环境。办公室里全是想看热闹的，没人干活，特别是小蚊子，欠欠地伸着脖子，瞪着大眼盯着看。看什么看？把改完了吗你？匡言气急败坏，指着小蚊子。小蚊子一愣，没想到匡言冲他撒气，小脾气立刻上来了。我不干了，椅子一推，合了电脑收拾东西，活没干完。谁允许你离职？我离职？你想得美！我消极怠工，不服从公司安排，你得辞我，你不辞我就给我发工资。匡言头发都炸了，那我让你过不了背调，你入不了职，背调不用做，放心。小蚊子冲匡言挑衅的耸耸肩，啪，桌子被匡言拍得震天响，一言不发。我们也不干了，项目组的几个主力也纷纷站起来收拾东西。懵逼的新人也看懂这场大逆风局，我也撤了。你们商量好整我是吧？不愿意干都滚蛋，有的是人愿意干，能干活的都走了，只剩下卧龙凤雏，带着几个摸鱼的。败局已定，匡言呆呆坐着，欲哭无泪，但我也没赢，
因为走索赔流程，就说明项目失败。项目失败，我们这个分公司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合同你肯定履行不了，不想赔款，我给你指条明路。姐夫，别信，他一肚子坏水。可匡言没得选，你说我们不付尾款，也不索赔，还有这好事。卧龙凤雏两眼放光，但是你要交付原码，再退一半预付款，我就知道你没憋好屁。退预付款，我们裤子都亏没了，走索赔，你还得搭上裤衩子。姐夫，咱跟他鱼死网破。啪！匡言抬手甩了小舅子一个耳刮子。老子是求财的，不是找死的。小舅子震惊地捂着脸，我爸都没打过我，你敢打我？边说边抡起王八拳，对着匡言一通砸。拳怕少壮，匡言敌不过，抱头围着会议桌跑。小舅子在后面边追边骂，引得一群人围观。匡言肿着脸跟我们修订原合同，签字盖章一结束，就得意地嘲讽我，没想到这史山代码都已经喷发了，你还敢接？想好事呢你在代码上堆屎，他肯定喷屎。我把代码版本回退到第一次验收，不要你堆的屎，重新上线就完了。但那样不满足甲方需求，我就是甲方，需求我说了算。匡言这才恍然大悟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，你大爷的，让我改就算计好了，坑我！我淡定地笑笑，你把我推给甲方，我指出乙方的问题，职责所在呀。匡言后槽牙都要咬断了，但更让他的炸肺的是半年后，我们完成系统优化后，项目获得国家软件产业奖，大批物业公司挤来找我们采购、定制。老王适时制定的股权激励计划，新老员工都愿出全力，只1年就让初始团队财富自由。项目多，团队大了，我们要换办公场地，老王适时提出要换到我家的软件园区，我着实一惊。此后，老王是我老板，我却成了老王的房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